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今天这个话题可真是太劲爆了。我跟各位说，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火的话题，一位台湾男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段言论，直指大陆女生嫁不出去的原因。这不可把网友们给炸出来了。作为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今天就给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这位台湾小哥叫阿德，是在台北做科技公司的，平时经常往返两岸。他在视频里侃侃而谈，说自己观察了好几年，发现现在大陆的适龄女生普遍有几个致命问题，才导致很多人找不到对象。来，我先说说阿德提到的第一点。他说，现在大陆女生普遍对另一半的要求太高了啦，什么房子要有，车子要有，年薪50万起跳，这根本就是在找富二代，不是在找对象吗？这话一出，可不得了，评论区立马炸开了锅，好多大陆女生纷纷开怼，这不是基本要求吗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物质基础，谈什么感情？台湾男生是不是对大陆的物价没概念？阿德接着说第二点，很多大陆女生太过于把自己当公主，凡事都要男生来安排，自己一点都不想付出。交往时，男生要花大钱请吃饭，逛街要买名牌包包，连出门打车都要男生来付账。这样的相处模式根本不健康了。哇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评论区的女生们集体沸腾，凭什么说我们不付出？这是尊重女性的基本表现，好不好？又一个直男癌的典型发言。而一些男生则在评论区力挺阿德，说的太对了，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。现在的女生真的越来越难伺候了。我看到这里，作为过来人也不得不说，这个话题确实值得深思。阿德虽然说话比较直接，但也确实说出了一些现象。不过呢，这种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。咱们接着往下听。阿德还提到第三点，他说，现在很多大陆女生太注重外在形象，整天研究化妆品、买名牌、做医美，好像不这样就没有自信，但是内在修养和生活技能却不怎么重视。比如说，很多女生连最基本的家务都不会做，煮个泡面都能把厨房搞得一团糟。这话一出，评论区更热闹了。有人说，现代社会了，谁还需要会做饭？外卖不香吗？也有人对，凭什么女生就要会做家务？这是封建思想。还有人说，打扮漂亮怎么了？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阿德的第四点更是引起轩然大波。他说，大陆女生普遍对生活的期待太过理想化，整天沉迷在偶像剧和短视频里面，总幻想着遇到霸道总裁型的男友。殊不知，现实生活哪有那么多跑车豪宅？现在的年轻人不都是从基层打拼起来的吗？这话一出，评论欧立马有人反驳，谁规定我们不能有梦想，追求更好的生活有错吗？台湾男生是不是酸了？还有人说，现在抖音上那些秀恩爱的情侣不都是真实存在的吗？我们也想要这样的生活。阿德接着说第五点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很多大陆女生特别在意面子问题，跟男友出门一定要发朋友圈，非要去网红餐厅打卡，吃个饭都要摆拍半天，花了男友的钱还要在网上炫耀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哎呀妈呀，这下可真是捅了马蜂窝。评论区的女生们纷纷开怼，不就是发个朋友圈吗？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现在哪个年轻人不玩社交媒体？台湾男生是不是太老古板了？而一些男生则在评论区附和，说的太对了，现在谈恋爱都快变成直播了，女朋友天天要我陪拍照，我都快成摄影师了，请个饭钱没什么，但是非要发朋友圈显摆，真的很受不了。这时候，阿德又抛出了第6点重磅炸弹。在大陆，很多女生的父母也太过于干预子女的感情生活了，动不动就要打听对方家庭背景，非要男方有房有车才行。这样的压力让很多适龄男女都不敢轻易谈恋爱，甚至有点望而却步。这句话一出，评论区瞬间炸开。这是为人父母的担心好不好？现在社会这么现实，不为孩子把关怎么行？你以为台湾父母就不关心这些吗？我看到这里，
不得不说，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两岸的社会环境、生活节奏确实有所不同，但是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似乎越来越大了。这时候，阿德还补充说，其实在台湾，男女交往更注重感情的培养，不会一上来就谈物质条件。我认识很多大陆的男生，他们说现在想谈恋爱太难了，感觉像是在参加一场选秀比赛。还没开始了解对方，就要先通过各种条件的筛选。这番言论可把网友们给惹毛了，评论区更是吵得不可开交。有人说，台湾物价哪有大陆这么高？当然不用考虑这么多。也有人说，你是不是对大陆的现状一无所知？作为一个资深红娘，看到这样激烈的讨论，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公道话。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确实跟以前大不相同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谁对谁错。说到这里，阿德又提出了第7点观点。他说，大陆女生好像特别在意剩女这个标签，一到适婚年龄就着急忙慌的想找对象。可是越着急越容易眼高手低，反而错过了很多好姻缘。在台湾，我们觉得感情要顺其自然，强求不来的啦。这下可好，评论区的女生们集体炸锅，还不是因为家里催得紧。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？谁不想慢慢来？但是年龄一大把，连相亲都没人要了。阿德接着说，我还发现一个现象，很多大陆女生特别喜欢跟身边的闺蜜比较，谁的男朋友送了什么礼物，谁的对象年收入多少，好像都要拿出来互相攀比，这样会给双方都带来很大压力诶。这话一出，评论区更热闹了，这叫有追求，难道要我们降低标准吗？谁不想过更好的生活？有的男生也跟着吐槽，现在追女生真的太难了，她们闺蜜一说话，标准立马就提高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自称是女权主义者的网友站出来说，这位台湾男生完全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凭什么说我们要求高？我们不过是在追求平等而已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女生在职场上拼搏那么辛苦，为什么不能对另一半提出要求？这条评论立刻获得了大量点赞，不少女生纷纷响应，说得对，我们也是有尊严的，为什么男生可以随便挑，我们就不能有标准？这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。阿德看到这些评论后也不甘示弱，回应道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啊。现在很多大陆女生动不动就说男生直男癌，稍微不顺心就说分手，这样怎么能建立长久的感情？在台湾，我们觉得感情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，不是光靠一方付出就行的。哇，这下评论区更热闹了。有人说，你懂什么叫直男癌吗？这种直男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还有人说，台湾男生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大男子主义？我看着这些争论，不禁想起最近接待的一对男女，女方是北京某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，年薪50万加，男方是一家创业公司的技术总监。虽然现在工资不算很高，但是很有上进心，而且特别顾家。女方一开始就觉得男方条件不够好，甚至连见面的兴趣都没有。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见一面，结果一见面，男方的温柔体贴立刻打动了他。现在他们已经在筹备婚礼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还是要实际接触才知道合不合适，不能光看表面的条件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否舒服，是否有共同话题，是否能互相理解和包容。这时候，一位在台湾工作多年的大陆女生也加入了讨论。她说，我在两岸都生活过，说实话，这位台湾男生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，但是他可能不了解，大陆女生之所以会有这些条件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压力。比如说，在大陆，如果结婚后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可能连孩子都上不了学，这不是女生矫情，而是现实压力。这个评论立即引发了新一轮热议，有人说，终于有人说到点子上了。就是啊，这完全是两岸生活环境的差异。台湾房价相对便宜，当然不用考虑这么多。阿德看到这些评论后也软化了态度，说好啦好啦，可能我之前说的太偏激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大陆女生太过于看重物质条件，反而忽视了感情本身。比如说，
我认识一个大陆女生，男朋友对她特别好，但是因为家里住得远，没法立刻买学区房，她就要分手，这不是很可惜吗？这话一出，评论区又热闹起来了。你懂什么叫教育资源吗？不为孩子打算的爱情有什么意义？说得轻巧，你来大陆生活试试看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大陆男生也站出来说话了。其实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。现在在大陆谈恋爱确实压力很大，动辄就要几百万的首付，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负担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很多女生的要求确实有点过高，好像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就不能谈恋爱似的。这个评论意外地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。有女生说得对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调整一下心态？也有男生说，希望大家能互相理解，毕竟是一起打拼的伴侣。看到讨论渐渐理性起来，我作为红娘也忍不住说几句。其实啊，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三观要合，要能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。物质条件固然重要，但也要实事求是，量力而行。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共同经营、共同成长。这时候，评论区里又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。一位网友说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过于追求完美了，好像对方必须符合自己列的所有条件才行。但是人无完人，与其苛求对方，不如学会互相包容和成长。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。有人说，是啊，要求太多反而找不到对象，感情最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吧。物质条件重要，但也不能太过极端。看到讨论慢慢往理性的方向发展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虽然这场争论一开始很激烈，但是大家最后都能互相理解，各自反思，这不就是成长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这场关于两岸婚恋观的大讨论中，你站在哪一边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